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本极具魅力的书《渔王》。这本书的作者是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是一位文学巨匠，其作品以深邃的思想和对人性的洞察而闻名。《渔王》就像是一幅描绘西伯利亚狗猫大地和神秘河流的画卷，又像是一首关于人与自然、生存与道德的悠扬长歌。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我们能感受到生命的原始力量和灵魂深处的挣扎。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性的善恶美丑，更能让我们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找到那一份久违的宁静与本真。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被遗忘的角落。当我们凝视它时，会不禁自问，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坚守内心的道德准则？我们与自然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征服还是共生？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生活在森林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他们是森林中的动物，和流中的鱼儿为朋友，遵循着自然的法则生活。然而，有一天，一个外来的商人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这里丰富的资源，便用金钱诱惑部落里的人去过度捕捞河里的鱼。起初，人们因为获得了金钱而欣喜若狂，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河水也变得浑浊不堪，森林里的动物也开始逃离。更可怕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冷漠，曾经的和谐美好不复存在。这个故事就像渔王的缩影，它警示着我们，当我们违背自然规律，失去道德底线时，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灾难。一人与自然的深刻羁绊。渔王首先向我们展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千丝万缕、无法割舍的联系。在书中，阿斯塔菲耶夫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西伯利亚的壮丽景色，那广袤无垠的森林，奔腾不息的河流，神秘莫测的湖泊，仿佛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故事。从理论层面来看，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我们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但这种获取应该是有节制的。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渔夫们在捕鱼时，有时会因为贪婪而过度捕捞，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忽略了这种行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比如在描写一个纳奇一起捕鱼的情景时，他用力地拉着渔网，网里的鱼儿在挣扎，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他心中充满了喜悦，全然不顾这河里的鱼已经越来越少。这种场景生动地展现了人类的贪婪是如何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的。从应用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起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行为做起，比如节约用水、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参与植树造林活动等。当我们走在森林中，不要随意践踏花草；当我们在河边游玩，不要往河里乱扔垃圾。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其实都是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像书中所描绘的那些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们，他们原本与自然和谐共处，只是因为一些人的贪婪才打破了这种平衡。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明白人与自然共生的重要性。2. 道德与良知的坚守。在渔王中，道德与良知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书中的人物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困境时，他们的道德选择成为了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理论角度分析，道德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准则，它是我们内心的一把尺子，用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正确。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渔夫在捕鱼时，意外地捕到了一条巨大的渔网。这条渔网象征着财富和地位，如果卖掉它，渔夫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是当他看到渔网那哀怨的眼神时，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想起了自己曾经对大自然的承诺，想起了那些古老的传说，渔王是河流的守护者，如果伤害他，就会遭到报应。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道德和良知开始发挥作用，最终他选择了放生渔王，尽管这意味着他将失去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个情节就像是一堂生动的道德课，它告诉我们在面对诱惑时，坚守道德底线是多么的重要。从应用角度来看，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抉择，比如在工作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正当的利益诱惑；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发生。这时，我们应该像书中的渔夫一样，倾听内心的声音，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在公交车上主动给老人让座，不在背后说人坏话，遵守社会公德等。这些行为虽然看似简单，但却是我们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体现。3. 生存与命运的抗争。书中的人物都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为了生存而与命运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他们的故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也展现了人类在困境中的坚韧不拔。从理论层面来讲，
生存是生物的基本需求，而命运则是我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在渔网中，渔夫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每一次出海会遇到什么，是丰收还是灾难。这种对生存的渴望和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书中人物行动的动力。例如，在描写渔夫们在暴风雪中捕鱼的情景时，狂风呼啸，暴雪纷飞，渔夫们在冰冷的水中挣扎，他们的双手冻得失去了知觉，但他们依然紧紧握住渔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生存的希望。这种场景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顽强生命力。从应用角度来说，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可能是失业、疾病、失恋等。在这些时候，我们不能被命运打倒，而要像书中的渔夫们一样，勇敢地与命运抗争。我们可以制定计划，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可以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困难。就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这种希望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动力，也是我们面对生活挑战时应该拥有的品质。4. 孤独与自我救赎。孤独是渔网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书中的人物常常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感到孤独，这种孤独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从理论角度分析，孤独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忙于工作和生活琐事，忽略了内心的感受。在书中，那些远离人群的渔夫们在漫长的捕鱼过程中，孤独感会如影随形。他们在孤独中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比如在描写一位渔夫独自一人在湖边等待鱼儿上钩时，他坐在湖边，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他的心中充满了孤独感，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一生，那些曾经的梦想和希望，如今都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孤独感促使他进行自我反思和救赎。从应用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学会在孤独中寻找自我救赎。我们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阅读、绘画、音乐等。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找到内心的平静。我们也可以尝试冥想和反思，定期花一些时间独处，思考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当我们面对孤独时，不要害怕，要把它当作成长的机会。就像书中的渔夫们一样，在孤独中寻找生命的意义。5.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渔网还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西伯利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外来的现代文明之间产生了冲突。从理论层面来讲，传统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它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经验，而现代文明则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观念。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渔猎文化与现代的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例如，那些传统的渔夫们遵循着古老的捕鱼方法，他们尊重自然规律，只捕捞适量的鱼。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一些人开始采用现代化的捕鱼手段，过度捕捞，破坏了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这种冲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从应用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要在保留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比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我们可以支持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传承古老的文化技艺，可以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就像书中所展现的那样，我们不能让现代文明的浪潮将传统文化的根基冲垮，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渔王这本书就像是一座宝藏，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智慧。它教会我们珍惜与自然的关系，坚守道德底线，在生存的挑战中保持坚韧，在孤独中寻找自我救赎，以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结起来，渔王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它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自然、与他人、与整个世界紧密相连的。我们不能只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道德和良知，不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丢失了传统的根基，不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忘记了内心的声音。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阅读渔王，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让书中的智慧指引你的人生方向。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位忠实的朋友，在你迷茫时为你点亮一盏明灯，在你孤独时陪伴在你身边，在你面对困难时给予你力量。生活就像西伯利亚的河流，有时平静，有时汹涌，但只要我们心中有信念、有道德、有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就能在这条河流上航行，驶向美好的未来。这是渔王给我的启示，也是我送给每一位朋友的话语。让我们一起走进渔王的世界，感受他的魅力，践行他的智慧，拥抱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